心情不错。Raphael 说，我工作上会有点小小的变动，让我一会儿去会议室找他。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变动呢，就这么开心啊？还能有什么变动啊？你都要走了，总得后继有人吧？对了，还得谢谢你啊，给我腾了一间风景这么美的办公室。呀，美美，今天更漂亮了。嗨 ，Raphael。薇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。坐。哎，稍等一下。还有谁啊 ？Raphael。哎，坐。还是唐晶跟你说吧。公司考虑到我一个人去香港难免不习惯，准备给我搭配一个人一起过去，好有个照应。我也想不到别人了。你是常住过香港的，全公司上下应该只有你跟我一起去最合适。你说什么 ？Raphael， 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去香港，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要告诉我工作上的变动吗？薇薇，这就是工作上的变动。我还跟 Raphael 说了，全公司上下只有你跟我一起去香港，我才能安心。你快下车！你为什么拉上我去香港？你吓唬呢是不是？你是不会带上我去香港的，那意味着我们俩要朝夕相处，你是受不了的。你会比我先受不了。你报复我呢是不是？是啊，这还用问吗？你觉得你这样成天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无中生有的时不时找点事情来刺激我一下，我当真拿你没办法是不是？我还没走呢，你就恨不得兴高采烈的开个大 party 庆祝自己成功的坐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吃相不要太难看，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不像你，一路靠着露大腿不动脑子的走上来，我要是没两把刷子，早就死在沙滩上。我看你是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吧，就只能拉上我了。这不过是个下策，你并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无所不能。到了香港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我对那儿的人事环境都不算很熟悉，所以我肯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要麻烦你去做。如果你要做得不好，那我就会很生气。积累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会向大老板打报告，我不需要你了，再把你调回来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新的同事早已经进驻了你的职位，那你就难免尴尬了。唐晶，对你狠！唐晶，不说好了明天走吗？为什么临时改航班今天走啊？我晚上还约了事儿呢。做这行随叫随走，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，你早该适应了。这平时是出差，一两天就回来了，这现在得走1年。我晚上不得跟我的亲戚朋友们告别一下才行？有什么好道别的？还不是要走吗？到底为什么改航班？是不是香港那边意思啊？是我的意思。理由呢？没理由。你故意整我的吧？这就叫故意整你了。没这会儿通知你，让你候补一张廉价经济舱早就不错了。麻烦这边安全带扣一下。麻烦这里咖啡调一下。我走了，免得送别的时候磨磨蹭蹭。子君，你有问题找贺涵，贺涵你多帮子君。
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，您的来电提醒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。米兰达来了。米兰达，唐婷走了之后，米兰达代表 BNT 跟进卡巴的案子。5分钟，我马上过来。陈先生，你现在看到的那个 PPT 里面加了很多我们新的市场调研的数据，我想对我们的合作提案也有一些新的建议啊。好的。不知道贺先生会不会同意？哦，贺先生，哎呦，终于见到您本人了，有机会向您学习。互相学习，请坐。你继续。刚才我跟陈先生说到，原来我们的合作提案当中有非常多的相互斥手的地方。那我跟唐晶的风格不一样，我觉得我们出来做事情啊，都是希望把任务早点完成，相互便利。所以那些容易伤感情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先 pass 过去。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对我的工作会很便利，我是欢迎的。谢谢谢谢。我不太同意。唐晶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不能改，否则我不干了。唐晶是我的前辈，当然也是贺先生多年 partner。但是我想，我跟贺先生合作会跟他学习，毕竟我们在职场中谁也不是谁的复制品，必要的摸索和改良都是必须的。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唐晶，而是为了项目本身。双方第一次合作，都为了能够互相有所监督、有所掣肘，才尽可能的可以获得平衡客观。你们 BNT 最大的长处就是开拓和客观。那在这两个词上，我想唐晶是你们 BNT 的最佳代言人。所以妥协、和气，并不适用于这个高速的竞争行业。Miranda， 不好意思，Miranda，我不知道这个方案你有没有跟你们老板谈过，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我想他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。既然贺先生那么念旧又执着，我想把你的意思跟老板带到。可是毕竟唐晶已经离开了，我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必须磨合，直到彼此满意为止。也许今天你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耐心，那我们再找机会吧。OK， 那个不好意思，麻烦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我们再联系，希望有一个好的过渡。那我们再约吧。不是你这态度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？你以为他好欺负吗？刚来就把我们的合作方案给改了。口蜜腹剑的女人，不如唐晶。BNT 也就一个唐晶，恐怕以后得更多是跟这种人打交道。走了，去见客户了。你呢，一向认为吃饭是浪费时间，所以你大可不必把我们叫出来吃饭的。唐晶让我好好照顾你吧。今天你遇到了这么一桩糟心的事情，我要不请你和平儿吃顿饭，我觉得唐晶会在香港诅咒我。唐晶阿姨去香港了？这个人真是有病，说好了让我送他的，连我都骗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他居然把薇薇安一起带到香港去。薇薇安，瞧你那个八卦的样子，就是那个
在我那儿自拍过，然后又到处说跟我浓情蜜语的薇薇安。真的，或许也只有唐晶才能想得出来，而且不光想，还做到了。那他在那边岂不是度日如年？不会的，薇薇安才会。虽然我跟这个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现在我真的有点可怜她了。她实在不是唐晶的对手。你跟薇薇安真的什么都没有？当然没有，但是没人相信，我也懒得解释。你就直接吃好了，宝贝，把手拿着吃。他怎么啦？哦，这个哥哥听不见也不会说话，想让我们帮帮他。子君，不准拿钱。你怎么一点没有同情心啊？可汗叔叔他好可怜呀。假的。什么假的呀？你以后要自食其力啊。这个给你，你呢去告诉服务员，我们需要一杯柠檬水，然后剩下的钱全部归你。服务员，那边桌子来一杯柠檬水。他竟然听见了，而且会说话。所以说呀，获取猎物的方式不同。平儿啊，你记住，以后呢遇到事情要多观察一下，留点心眼儿，不要像你妈妈一样。好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有，又是老好人的阴暗面了。他之前一心要把你调去企划部，为什么？因为企划部和收货部在同一个楼层。没错，你已经想到了。也就是说，从下周开始，你一旦去了企划部，那么你跟老金从此就要抬头不见低头见。那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可是店里都知道我要走了，已经开始找人了。这个事情你要自己想一想，自己决定。要么去同一楼层，看上2个月也就看习惯了；要么就回去鞋店。你的业绩这么好，他们巴不得你回去呢，也省得去培训新人了。唯一的要求是，你要自己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，而不是要考虑别人看你的眼光。我给你的建议是，如果想要生活愉快，那么就非得要先把自己踩成一块堂而皇之迎来送往的地毯不可，否则总是有人来替天行道，挫你的锐气。唐晶，你到香港怎么样？都安顿下来了吗？有空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吧。唐晶，其实我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想要听听你的意见。你忙完了就给我回电好吗？我等着呢啊。
对不起，我忙到现在才回到自己房间，手机早就没电了。我回到房间才刚充好电，我没想到我一下飞机，他们就给我安排了7个大大小小的会，我忙到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吃上呢。你是不是已经睡觉了？你说有事情要问我意见，什么事情啊？平儿，起床啦，要吃早饭了，快点儿。妈妈给你涂果酱啊。喂，贺涵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谢谢了啊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就下来。平儿，快点，贺涵叔叔来接我们去。快点啦！我要来打屁股了啊！听到没有？早。今天这么好心，亲自来接我们。反正老金已经误会了，那就索性让他误会到伤心绝望好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省得他天天堵在你家门口。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坏？他们骂我。你管别人说什么呢？你又不犯法，何苦为了讨好别人委屈你自己？妈妈，我觉得贺涵叔叔的话很酷哎。这样会不会有点过分？要做就做彻底一点吧，要不然我费这么半天力气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我图什么？你说呢？来，上车。来，平儿，把安全带绑上。不要接，以后他打电话来都不要接。既然他之前那么说你，那你就索性装出一副薄情寡义、见异思迁、爱慕虚荣的样子，让他骂上2天，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。平儿啊，贺涵叔叔呢，不是说你妈妈是这种人，而是让你妈妈去假装，明白吗？这件事情的处理上，你金叔叔是有问题的。所以你记住，长大以后去追女孩子可以，但是绝对不可以死缠烂打。Yes sir。我没你这么厉害，做人做不到这么绝。hold住啊！这2天呢，我每天早上还有时间来接你，但是过了周3，早上我都有安排的。过了今天我也不上班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辞职不干了。辞职不干了？那去干嘛？回去卖鞋子呀？都不去，我今天就是去辞职的。我重新找工作，换个地方。本来还想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啊，不过看起来你也不是很费劲的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。可以啊，你现在比我做的还要绝，这不像你平常患得患失的风格吗？